早上6点起床，开着车来到汶水老街。来到这里已经7点30分。今天预计的路线是要骑鲤鱼潭水库，再接到3义来到江麻园，最后由江麻园再下山到汶水老街。预计的公里数大概来到60公里左右，高度应该不会超过1000。今天大概是我骑公路车最难过的一天。台语有一句话是安尼讲的：人若衰，种匏仔生菜瓜。确实，人生好难，骑车也很难。在生活中，在很多事情上面，你会遇到很多挫折。刚好最近自己遇到一些挫折，今天骑车也是如此。在前往鲤鱼潭水库的时候，我发现我自己身体状况没有很好，一直冒冷汗，肩膀与脖子也很紧，有一点痛，感觉有一点热衰竭的现象，所以我也坐下来休息。骑不到20公里就发生一些状况，确实很少见。到了鲤鱼潭水库的制高点，又换成肚子不舒服啦，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，感觉今天不适合骑车。不过这一条路线确实是想了很久的路线，之前因为下雨而取消行程。不过未来如果再来一次，我会建议由3义火车站出发，坐着火车到火车站直接出发，因为这条路线几乎没有什么救援。当你发生状况的时候，开着车还停在山的另外一边，真的好难啊。站在山上看着山下，心里面想着居高临下的感觉。当我来到山下，看到山上，想着我当时的感觉，这座桥就是我在山上看到的那一座桥吗？来到这里，印象有一点，这里这个岔路似乎曾经骑过。是的，这个是往龙腾断桥的路线，只不过那时候骑上去的时候，路有一点小，我又折返。骑车就是这么有趣。之前我是骑进来的，现在我是要骑出去的。原来道路是这样接轨的。心里面想，真的是蛮有趣的。讲到倒霉的事情，如果只是身体出了状况，那倒是还可以解决。我骑到这里的附近，一开始觉得风景不错，可是刚骑完这一条路线没多久，我的轮胎就爆掉了。
心里面想着，还好我带了备胎，而且还有一群好心的车友，路过的时候还问我需不需要帮忙。换好车胎之后，我在小区休息一下，吃一点东西。结果想一想，我今天想要抄一下近路，于是我从九华山这边抄一条小路，要到江麻园。一开始我不知道它是一条小路，感觉这个马路蛮大的。可是过了没多久，五哥就带我骑了小路，骑到这边也是曾经骑过的路线，真是好巧啊！一开始还不知道往前直走，心里面想过，这一条路线真的好熟悉啊，以前就是从这边骑过来的，前面就是龙腾断桥。在这里右转之后，路就越来越小了，最后还进入到产业道路。其实骑这种路线我一点都不害怕，而且还乐在其中，因为这一生可能就只有这一次走来这里。前面一开始还好，至少还有柏油路，后面几乎都是水泥地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，我爆了第二次胎，真正是 GG 了。心里面想着，我的老天鹅啊，这下应该怎么办？就没风了，靠！哎，真是的。在这里这一条路线小小的，我就牵了3公里的车子，我已经没有内胎了。于是乎，我就想着几个办法。之前看过 YouTuber 可丽夫教我的，我把内胎把它绑起来，但是没办法绑起来，内胎就太短了。最后一直等不到车友的状况，我甚至把路边上面的芋头叶也拿起来用了，把它装到内胎里面，直接开启，直接榨果汁了，至少还让我骑了500公尺。再往江麻园的路线，我又牵车牵了3-4公里，好不容易真的遇到一位车友，感谢他的帮忙，提供我一条内胎，让我可以顺利再骑车。不过就要到江麻园的时候，剩下200公尺。我的左脚跟右脚都抽筋了，可能是走路走太远，今天大概走了7-8公里左右。心里面想着，如果不是车友的贡献，真的是我可能就要走了22公里了。真的非常感谢这个车友的贡献，感谢他。今天骑车真的遇到很多状况，骑车真的好难啊。但是就像人生一样，遇到很多的挫折跟困难，
你在想到绝望的时候，老天爷总是会开一道曙光给你，事情总是会有一条活路可以走。今天遇到这个事情，更让我笃定了，人生本来就是遇到挫折，更应该坚定自己的自信心，坚持自己，坚持到底。我回来了！哦，真难！哇，那往上上去，还要牵车，真难啊！怎么会那么难呢？